今天很开心嘉玲姐来做客我的节目，我也很开心来到你的家里面录制。是上一次来你家好像是2年前2年前，对。其实这边全部都是我一个朋友 David Tan、邓永昌他帮我设计的。这个地方就是那种风格，中西结合的那种风格。对，因为我本来是住这里的1995年那个时候。哇哦，那个时候就住这儿了。对，哇，但那个时候是完全不是这个色调的，就是很 sand 的那种，就是白色跟木头。然后呢，我住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我就离开了这里。离开这里呢，我就租给张淑平，他在这里住了4年。那我这个地方呢，就对我来说好像蛮有纪念价值的，因为我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房子对我来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很贵的一个房子。虽然现在来说不是很贵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住在18楼，9楼是张国荣住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很难忘的 memories。所以我又不想把它租出去，那我就把它收回来。收回来之后呢，那个时候的邓永昌就住在那个下面同一条街。他说我知道你上面有个房子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我说可以啊。那进来的时候是全部都是灰尘，就他刚刚张淑平搬走嘛。他说喂，这个地方很漂亮，那个layout很好看。他说我帮你装修。我说哦好哦。然后他就帮我装修成这个样子，我非常喜欢。所以有时候我请客啦，或者是 party 啦，我就在这里。而且这个房子是70年代的，所以呢他帮我把那些门窗都保留下来，因为这种窗门是那个年代才见得到的。对，看得出来，是吧？对，它的框架还是原来的，对，但是内部重新改了。是的他很大胆的用红色、绿色、黄色来碰撞出来的。也是符合你的性格吗？可能吧。但是他很习惯用这种非常强烈的那种色彩来营造家里面的那种很中西结合的那种氛围。我们认识可能有个5-6年吧。有，但是最近2-3年交流的更多一点。是的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是感觉是很有大智慧，很跟人相处啊，各方面啊，照顾朋友啊，都非常周到。照顾朋友这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吧。就我很喜欢带给别人方便，带给别人快乐。这是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从小就是这样。可能我在一个非常健康快乐的家庭里面长大，我父母他们感情很好了，虽然小时候家庭经济环境不好，但是他们的情感是非常融洽的。所以我在那个氛围里面长大。然后我在苏州，我觉得我非常感恩在苏州出生过我的童年。因为苏州是一个非常有中国文化品味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就我从小就跟那些园林啊，然后花草树木啊，那些《红楼梦》里面的景啊，你好像都能看得到，四季分明啊，那些花啊，那些园林的设计，走廊窗的那些框的那些花纹啊，就是小时候不懂，但是慢慢长大之后就哇，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宋朝啊、明朝啊那些设计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有深度跟品味。就是你是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就是苏州的带给你这个城市带给你的这些它厚重的历史，对，你不知不觉就被它种了一个种子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你长大之后，你来香港，我来香港，就好像我来在大学在读书一样，就把我小时候看到的，它在更立体的、更丰富的把它解释给你听。我很喜欢苏州网思园。网诗园你去过吗？我没去过。它里面有一副对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
处处寻寻觅觅，然后是莺莺燕燕，花花叶叶，青青暮暮朝朝。就我小时候看到这个不太懂，然后我现在到60岁，我好像是我一生的一个写照一样，就是我经历过很多的高高低低，风风雨雨，暖暖寒寒，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好像莺莺燕燕，花花叶叶，然后青青暮暮朝朝，我的情感，我的家庭就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阶段。哇，好浪漫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幅匾是很浪漫的，我觉得它也描绘了你性格的底色嘛，就是对对对，来自苏州的这种，对的对的，就好像苏州跟香港冥冥中就是有对照的哈，对，就是好像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你小时候有没有记得哪一些时刻有塑造了今天的你的一些性格？可能是我爸妈生我的时候都年纪很轻了，我妈生我才20岁，用现在人的那个观点来看，喂，20岁我都还没有长大因为好像他都没懂事，他已经要就是传宗接代嘛，中国传统就生了。他们俩都是苏州人吗？我爸不是，我爸是华侨，然后我妈呢是在苏州民间工艺厂工作的，也是画画的，她是画工笔画，所以我小时候就对这中国的那种画啦、刺绣啊，我们苏州有很多这种文化的东西，所以我妈都不知道怎么样管我的，我是放养的，就是下课之后就去各个公园去玩啊，然后有时候会闯一下祸啦，我妈也不知道怎么教我。我觉得我小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很聪明。那我学校里面的班主任呢，他们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很有领导的才能。我们小时候6·1儿童节啦、国庆节啦，我的老师把任务交给我，要安排一个节目，我都可以非常妥当完美的把它做好。就这个是我老师很放胆的让我去做的，其实这些都是能够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所以小时候就有这个文艺的才能已经显现出来了。对的对的，就我特别记性特别好，然后我也有组织能力跟领导能力。你后来到了香港以后会感觉跟在苏州生活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而且80年代的香港其实对外还是蛮排斥的，因为完全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你感觉来这里很扭曲，格格不入，每个人都对你是戴有色眼镜来看你的，然后对你好像要求也特别的严厉啊，就听到各种不太舒服的那种话啊。但我的性格还蛮好的，就是我是很乐观的一个人，然后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就我觉得我除了语言跟你们不通，我文化上追不上你们，但是我所有的条件都没有比你们差。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对，我也感觉到你一直是非常有自信，从来都没有过没有自信的时刻。那可能我家里面我爸妈对我也很好啊，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对我很好啊，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自信的理由啊。是不是也跟你小时候就开始当一个小领导，然后组织大家，对对，有很多的经验了已经。我是大队长那就是全校最威风的。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威风啊。学生里面你最大，是的。所以还是小时候有一些这种机会和锻炼，让你有这个自信。但是我读书成绩没有那么好的，但我体育好，文艺好，所以我的班主任啊，我的学校的那些校董啊，他们都很喜欢我。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感染力，可以让大家做一件事情凝聚力，他们觉得从小就发现我身上有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跟我的老师同学都有联系的。对，我有看到你前几个月前还回苏州
对，我经常回去。你们还一起过生日？对的，对的，因为都是60了嘛。所以你是跟你同班同学？是，哇，同班同学，对，大家一起过60岁生日，是的，这个感觉，我们的情感很好的。小时候，因为生活也很简单，对，没什么像现在这样这么多网络上的那些讯息啊，那个时候很简单。我也觉得可能感情最纯粹最好的还都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是的，同学和老师。对的，对的。我现在也是常联系的，都是那些。对哦，可能你们坦诚，我们坦诚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嘛。对，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相识于微时。对对对，什么都没有。现在你认识人，可能你会多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要保护自己嘛。对，而且时间也没有以前那么多，对，要考虑的问题也更多。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跟同班同学一起，这么多人一起过60岁生日，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我们还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就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但是好像一讲就通了，一讲就明白了。他也明白我在干嘛，我也明白他在干嘛。就有很多很多像我的那些同学，他们都做奶奶了。哇，当然了，你想想看，他们都60了嘛。是有一些，对对啊。但我每一次去苏州，我都会找机会跟他们吃个饭啊，了解一下他们在干嘛啊，最近有什么心理上的一些变化，跟你一样访问我一样。但他们都很安乐在过自己的小日子，会一起回忆小时候有干的一些调皮事。对对，就是一起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快乐时光。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嘛。有没有跟你一样，就是可能从苏州搬到了其他地方，然后大家都一起回去？有2个，一个去了荷兰，一个在香港。我们3个是最调皮的。所以3个也最远。你现在是3岁定终身呢？你觉得是吗？是的，真的。就有一根筋的，就是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我觉得人是需要有这个动力的。因为你不可以太随波逐流，就你一定要做一些，你勇敢的去想，创造你的想象力，塑造一个梦想，然后你跟着那个梦想，就是去追逐你的梦想。虽然中间会有很多阻碍，很多考验，但你不要放弃，不要听别人在你旁边说一些打击你的话，你就是朝着你的目标勇敢的去追求你的梦想。你才会过不一样的人生。你有遇到过被别人打击，或者是你想做一件事情，大家都反对？反对是总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的，但是你要听完所有的声音之后，你再自己总结一下，你到底要听别人的，还是你自己听你自己的声音？你内心会有一把声音的。你大部分时候会听自己的声音。是的，虽然中间我听自己的声音也会有错，但是基本上 percentage 来说，我觉得我听自己的声音是对的，因为最终还是自己的人生。对呀，而且每个人的人生没有规定是要怎么样的嘛。对，你永远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出来的。有没有哪1-2件事情是你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我的学历也不够，然后各个方面的技能也达不到水平，那我就大胆的去投考无线演员训练班。但那个时候我才来了2年，广东话都不会说，我就一门心思我就去碰运气。然后呢，我考试的时候3000个考生，我讲了2句话，已经叮叮可以了，你回去等通知吧。我想完蛋了，就没机会了嘛。然后过了2个礼拜，训练班的主任他的秘书打给我，他要我去见训练班的主任啊。这是我
意想不到的。然后到了那边，他说你的条件很好啊，但是你的广东话不行，你明年再来学好广东话。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哪里来的那种胆子啊。我就不走哦。我说你都觉得我条件很好了，你为什么不让我进训练班？我不可能跟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么一个训练班主任，他比我大很多，再跟他谈条件。对啊，他都被我弄得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好了。他说那不如这样，我叫我的语言老师来听一下，你在这一年能不能把你的口音给去掉。然后那个语言老师一进来跟我讲了两句，不行，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拍电视是现场收音的就你必须要讲得很标准的广东话，不行，肯定不行。然后我那个训练班的老师他说不如这样，我推荐你去选香港小姐，我包你进10名final。我们有 semi final 跟 final， 那个时候80年代你进 final 10名之内，全香港都认识你了。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小姐是很多人关注的。对啊，最红的时候。对，然后他说10名之内很多人认识你之后，我就介绍你去拍电影。拍电影可以配音，不用自己的声音。我说我不要。我说我就是要读训练班，你说是不是很傻？就是我一根筋，就是那个目标就是在这里呢，你不要任何东西来打扰我。他被我弄得哭笑不得。他说你回去啦。我说你就是在赶我走吗？他说你明年来我一定记得你。那我说你写个字条给我。我跟你说，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附了我的身上，推使我做这么一个动作，这个 action 的。你平时也不会这么 aggressive。 对啊，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个，就我为了要达到我的那个目的，我会 focus 一直去try my best， 就是要任何可以辅助我都可以去争取这个机会。然后呢他就写给我他说我刘芳刚会记得你刘嘉玲，明年再来考训练班。那我拿了那张纸条，我觉得我有了一个台阶下。其实我觉得他是在推我走，就赶我走，找了一个借口。然后我就走出门之后，我想算了，就结束了，我的机会就结束，我的梦想也这样结束了。然后我也没有好好的学广东话。然后到了第2年，其实那一年应该是梁朝伟那一年，就我报名的那个11期训练班。然后到了12期训练班，他又开始招生了。那我看了电视，我在那个痛苦的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哇，我家里面的电话响了，他真的记得，他还给你打电话。对，哇，那一瞬间我觉得香港人是很有温度的。而且他们是重财的，信守有守信用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而且我又开心又兴奋，然后我又内疚，我没有好好的学广东话。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去见他呢？那我去见他的时候，怎么样啊？你的广东话讲，因为他本身也不是香港人，他是湖南人所以他也不知道我的广东话讲的怎么样，他就又叫了那个语言老师，你听一下这个小女生的那个广东话讲的怎么样？还是不行。他说完全没有好好的学，虽然比去年好了一点，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很小嘛，17岁。他说还是不行啊，那怎么办呢？我说这样，那已经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你就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在这1年里好好的学广东话。我们3个月考一次试的，如果每考一次试我的广东话不 pass， 你就随时可以赶我走。那我们就达成协议了。你自己提出来的？对。哇，那个时候就已经会谈判。我又没有什么读过书。对啊，我就有谈判的那个你说我现在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是好像是上面冥冥之中在推使你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都看到我都傻了，好吧，就这样吧。那你说的每一次考试你不合格就要走的，我说 OK。那我们双方都非常的努力，我也很用功，那他也非常的用功，因为他也有责任，他给了我一个学位，我又没有考试，我的训练班同学想，他为什么没有考试就进来啊？肯定跟那个人有关系不一般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叫了语言老师、舞蹈老师、音乐老师，其他同学放学之后，我再留下来再补课。他真的很喜欢你。对，因为我觉得是我的那种争取的、上进的那个精神打动了他，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人一定要勇敢的去拥抱追逐你的梦想，不要害怕，因为这个过程他已经觉得你回去啦。我的语言老师都那种脸色是不可能学得会的啦，回去啦，但你不要动摇，你就是朝着你那个目标走。那因为他对我太花心思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培养。你也非常努力，我也很争气。我记得好像进去以后第1年就有一些可以演戏的机会。对，我们还没有毕业我就开始出去演戏了，就是我们叫实习，就你可以去各个电视剧里面客串一下，就拿一些演出的经验。因为那个坚持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对的，打开了我那个门。其实还是你的性格帮助了你，是你的大胆，你的冒险勇敢。对的，我现在也是的，我现在也很勇敢，我很大胆的去探索未知的领域。你也会学一些新的东西吗？我会学新的，然后尤其是一些体能上啊，或者是就未知的事情，我敢于去探索，我也不怕失败。我觉得人生你好不容易来走这么一趟，任何感受你都得要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太大了，我这辈子肯定是看不完，对，也体会不完。这个世界太大，而且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现在的互联网每天都在变化比我们小时候变得太快了。那你不会担心就是有很多人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如果你做一些新的尝试没有做好，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评价呀。我现在不会了，不同的声音，无所谓，我现在无所谓了。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的人生嘛，我又不需要跟你交代。对，你看热闹你去看热闹嘛。对，就是以前可能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很不公平啊，你们这样说我啦，就扭曲事实啦，断章取义啦，那个时候会不开心，但现在不会了。那这个中间是经过一定的年龄，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这个转变？我觉得我有时候还处在那个阶段。那个阶段是吧？对，我想你要交一些有智慧的朋友，你要选择有智慧的朋友，你要有这个能力去分辨哪些朋友是带你往高处的，有些朋友是可能会影响你的进步。对的，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就是我会选择一些有智慧的人，多看一些心灵上的一些书啊。关于选朋友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感觉到你身边你认识很多的朋友，是的，不仅仅只是你这一个圈子的，各个不同的行业的人你都认识很多。是的这方面你觉得对你也很有帮助？其实是我的人缘挺好的，而且因为我交朋友比较纯粹，我没有想要有一些什么回馈啊、回报啊，或者是利益，就我纯粹就是喜欢，然后我很用心的跟你交朋友，你用不用心那是你的事情了，那我还是能够感觉到的嘛，就是你很100%的付出给对方，他回给你多少？有些朋友是
尤其是我那些金融界的、商业界的，他们是需要适当的一些距离的。但我也懂那个距离，就你要分辨出什么朋友可以 close 一点，或者我跟我那些朋友，有些可以 pose， 有些是绝对不能 pose 的。就你要懂拿捏这个度，拿捏的要很好。这个部分怎么去感觉到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与生俱有的这个那个感觉，学不来。其实你跟一个朋友坐着聊天，吃饭，你能感觉到他不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你肯定能感觉到的。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然后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一想，对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对他好不好？你不能永远都是自己自私的出发点的嘛。对，当你每一件事情都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处理一些事情的话，对方会感觉到的。他会觉得我跟你做朋友很放心，我会保护你，其实也在保护我们这段关系嘛。对，而且就是跟你相处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自在。不会觉得什么都可以说，对，不用藏着掖着。然后出去吃饭呢也很轻松，也不是说要一定有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这个包间什么什么很麻烦，都是很轻松。是的，这个是我觉得跟你相处的一个。那我没有设定要让你有这个感觉啊，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可能就你就能感觉到。对，你是不是也有很强的第六感？我觉得我是。所以你刚刚说你可能也会看很多心灵啊这方面的书，对，跟你的这个第六感这些感觉也是有一些关联的吗？包括你很喜欢去不丹，我觉得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包括我这几年喜欢跟大自然接触，大自然非常的美，它有宽阔细腻的美。你走进大自然，你会感受到很多能量，然后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微无足道。每一个生物，就算是小到一个蚊子，它就是在跟我们同一个地球里面共同的存在的。就我们要大家都平等的在这边生存。我也有这个感觉。我其实以前不怎么太喜欢户外，因为我不喜欢晒可是我也是这2年开始，尤其是今年我去了一次不丹对对对，然后我跟朋友去爬一座山，大概有3000多米吧。哇，那也很高哦，蛮高的。然后我们就一路走上去，它是一阵下雨一阵天晴，一阵又下雨，因为到山上嘛，它那个阴晴不断的。对对对。中间呢就有一条路，它就一直在蒙蒙的下雨，我们就穿着那个冲锋衣然后往上走也很累，所以就边喘边走，走停。然后我忽然停下来，有一次停下来就觉得歇口气喘口气喝口水。然后我喝水的时候呢，我就抬头看到边上一棵树，因为在3000米高没有什么太多的花，有一枝花从那么高的一棵树中间长出来，而且开得特别的鲜艳，非常的鲜艳。在一片下雨中，很多的，因为高山上有一种高山杜鹃，就是在可能海拔2000、3000米以上才会开的花，但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快要过掉那个季节了，所以很少一点点的杜鹃都是在地面上，但那一棵树上的那一枝花非常艳丽的开在那里，然后雨就这样滴落在那个花瓣上，然后滴落在我的脸上，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哇，我们2-3个朋友站在就围着在这棵花边上，都感动到流泪。因为我们其实就应该有那朵花的那个精神面貌，是就不管任何困苦的那个环境，你都要那个求生呢。一定要有一个求生的意志力。如果你能够战胜那个恶劣的环境跟考验，你那朵花肯定比下面开出来那朵花要鲜艳，跟那个生命力要强壮很多。我也是，就是我如果去爬山，我看到
石缝里面蹦出来一朵小花，我也特别的感动，因为很不容易啊。对，所以你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你要跟它耐心的相处，用心的相处，你会发现很多什么道理，生命的力量，什么道理，什么规则都在大自然里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理而不议啊。就它一年四季都在变化，很有次序的在变化，它从来没有讲过我怎么变。真的，我们要尊重大自然。而且那些树木其实在地底下他们也在交流。对啊，对吗？对，可能在几百米以外，是他们有一个 network 的，他们也会移民的。真的，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树木的寿命跟我们来相比的话，他们比我们要长太多太多的纬度了。你知道吗？他们在剪草，如果在国外的时候，花园里面要铲草啊，你会闻到那个味道啊，草的香味。他就是在提醒他的同类会被人铲草啊。哦，那个是这个原因吗？对呀，哇，真的。所以如果你下次我草都舍不得铲，真的，你可以去看那个 Tony 的那个 Silent Friend， 它里面讲的就是一棵树跟3代人的关系，就可以对你会有很大的启发的。我还看过一个艺术家他做的一个作品，他就是用测你那个脑电波的那个线啊，连在那些大的蘑菇上面，还有树根上面，然后呢就可以监测到他们发出的信号，是的，然后翻译出来就是他们互相之间的在说话和交流的语言。对，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语言的。是的，有语言，是的，真的很神奇。对。你刚刚说到你跑步是这几年才开始，还是我30岁开始跑了30年。哇，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坚持了30年。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要减肥的，所以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也是张国荣，他那个有一个咖啡店，他那个咖啡店叫什么？为你钟情是吧？为你钟情咖啡店，他开店，我们去剪彩。我说为什么你老是这么漂亮呢？就你的状态为什么老是这么好啊？他说做运动啊。我做运动，那个时候做运动对我来说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事情啊。他说我给你我的教练的电话，你跟他联系一下。然后我就找了那个教练，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那个时候我住在这里。他住在你楼下。刚开始的时候，那个1年半的时候，我还需要教练来督促我，就是他要坐在这边，然后你起不起来，你好像不想起来也得要起来嘛。然后第一件事就去我的厨房，把我冰箱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换掉。就我的喜欢喝的 regular 的可乐啦，什么维他柠檬茶啦，全部扔掉。换进去的全部都是没有味道的东西。吃那个白煮的鸡肉、鸡胸肉，哇，吃的我想吐。但是慢慢看着自己的那个身体的那个体态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然后你就会爱上运动。然后最重要的是，你慢慢的运动，其实你是在做运动的时候，你是跟你的懒惰在抗争。然后呢，跟你自己在相处，你可以抛离那些喧闹的那些城市生活，走到比较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觉得那个是一种，那个是一个 detox。你会完全割离开你跟城市里面的那种喧闹情绪，回归到你自己本来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睡醒之后一点情绪都没有，什么都不想干，好像这个世界离你很远，做什么都提不起劲。但是你转换一个心情，你让自己赶紧爬起来，或者去户外走一走，然后转换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心情，你又变成是另外的一天了，非常开心的一天了。心态很重要。你是一个很积极的。我觉得我会跟自己去交涉，就千万不要让自己这种低的那个情绪一直困扰你太久。可以困扰，但不要太久，赶紧走出来。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阳光很快乐的事情在那边等着你，你不要沉醉在那个不开心的那个地方太久，因为你太久你就自己很吃亏。最后伤害的是自己。对啊，就不合算的嘛。对，那假如说你处在那个痛苦的当下，怎么让自己能够抽离出来呢？痛苦你还是要去感觉的，你不可能说瞬间就没有的。我也有试过这种感觉，但是你尽量不要让这个痛苦困扰你太久。因为你要知道，人生最大的一个事情，就算我失去我的父亲，最痛了。你过了3个月，还是会没事的。时间会治愈一切。你跟你最亲的人生离死别痛了吧？那你还是会没事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待你。因为我觉得女孩子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爱这个字就是被爱，其实不是的。爱这个字是双向的，你不可能老是在那边很被动的在等人家来爱你。但如果你有能力爱自己，再去爱别人，哇，你会变得大很多强大很多而且你又能够跟一些不好的情绪，你会转换变成好的东西。而且我们灌输的都是这种方面的那种知识嘛，就是一定要你的男朋友要至死不渝的爱你一个人啊，还是要有的。我们的童年还是需要有这种美好的故事来给我们一个对这个世界美好的一个想象。但是你每个阶段都不一样的嘛。就你慢慢的长大，经历一些事情，跟一些人相处，你会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不一样的体会跟看法的嘛。我觉得很好啊，这就是人生啊。对，你的人生只有一种感觉，不是很单调了吗？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感受的不同。对啊，下一个阶段你就有新的体会。是啊。但是你跟梁先生，你们2个人在一起40年吗？差不多8、9年，快40年。对呀，这种感情还是很难得我跟他现在的相处呢，就是我跟你说网丝缘那副对联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情感非常的真实安稳，珍惜。但是我们走到今天，中间有太多的大风大浪就是那个风浪是你都想象不到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段感情他们释放的能量，相处的关系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方程式的。但是关键还是你要懂得爱自己，要学会跟自己相处。因为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做到不依赖别人的话，你会强大很多。你们2个人的相处模式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变化呀？变得太多了。是吗？我们一直在变，我觉得变化是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成长，每一个人每天都可能会有瞬间不一样的想法，这是很正常的。而且这一行也很多诱惑，对不对？那也很正常啊。但最终能够沉淀下来的就是，我想我们彼此都非常尊重彼此，然后也很欣赏。你可能兜了几个圈，你还是觉得你身边那个是最适合你的。
应该是这样。但是你不能抱有一个太完美的一个期望，你可能会失望。对对，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完美的。然后你也不可能从你年轻就预设你白头偕老一帆风顺。我觉得每一段感情它都会有它的问题的，只是你们怎么样去跟这个情感两个人去为对方去妥协一下，改变一下。对，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以为你在妥协，其实对方也在妥协。对啊，你以为你在忍别人啊？对，就忍了，其实人家也在忍你啊。我说你以为你自己好搞，我都不好搞的，你也不好搞的，每个人都不好，尤其是我们，我跟你说，我们条件也不差，你的学历更好了，对不对？你以为你很难搞啊？你要求也很高的。你们两个人互相之间有什么地方为对方妥协了吗？其实你们的个性很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精神层面的那个价值观还是相同的。这个是最底层的。对对对，就我觉得我是从帮他现在做他的经纪人，也不是经纪人，其实我是帮他打杂的。他以前是有经纪公司的，他离开泽东就我帮他来处理一些事情。就那个时候他可能还会对我有一些怀疑，就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又觉得我最安全，因为我不会伤害他的嘛。那要经过一些事情，一些工作的安排，就慢慢可以累积回来，他会觉得哇，你 OK 哦，你这个也可以哦，而且比他想的更周到。就是这个信任其实是在一件一件事情当中累积回来的。除了工作，我觉得你平常去旅游啊、相处啊，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小的细节，你都不要放过。其实那些很小的事情，你以为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可能对方就记住了。那你感觉就是爱情和你们的工作也交织在一起，然后也是生活上的伙伴，就是这些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面对彼此？我觉得有没有冲突啊？也有了，比如说他要去有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来找我要请他去拍 Shang-Chi， 就是那些 popcorn movie， 是那个叫什么系列啊？漫威。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漫威的那些电影呢，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要去问那些年轻人，为什么漫威这么火爆？为什么全球它的票房这么好？那些年轻人就会告诉我，哇，他是怎么样，他的想法，他的那些造型，那些英雄是怎么这样一回事。我分析之后，我也去看了那些漫威的电影，我特地再去自己去看完，我觉得他应该去演。那我要跟他说你要去演，他也跟我一样没看过，他说这种电影怎么会适合我演啊？我也不演。我说不是的，因为人家就现在认识你那些人都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你要打开年轻人那个视野，你一定要走进年轻人的世界。然后他可能开始考虑，开始动摇，然后我就说你跟那个导演通一次电话，看看他怎么跟你说，他比较清楚过，比我清楚嘛。那他跟导演通完电话就决定拍这个漫威。那拍完之后，他那个世界又宽了很多啊。10几岁、20岁的人，哇，现在都会认识他，要不然都起码40岁以上的人都认识他了，对不对？就这样慢慢累积回来的，我觉得。所以他有些时候会觉得啊，在电影专业的那个方面，我还是没有决定错误的。对。
所以工作上其实还是应该把工作和家庭的生活分开来。我们现在很难分开了，但是在互相判断的时候，但是我最后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了。因为我会把我知道的 information 所有告诉你，我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全部给你，然后你自己决定。所以命运最终还是你要自己踏出那一步的嘛，对不对？还是要他说可以。是的。而且我们工作上没有任何的利益。他跟我说要不要给你一点 commission， 我说不要，因为我一拿 commission 我讲话就没有力量了。因为他会觉得我再叫他接电影的时候，你想赚那个 commission 对不对？哎呀，我现在是完全很大声的跟他讲话，你应该拍这个，你不应该拍这个，更有底气了。对的。你另外送礼物给我是另外一回事情，我非常乐意接受。对。那你们两个就是性格会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你想要可能跟朋友啊出去玩啊，包括我们之前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基本上从头到尾都不讲话。是的。那这种情况你们怎么？我其实我不开心了很多年的因为我觉得我那些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出来的，就是一个公式化的一个模式嘛。就是请客吃饭，就夫妻都在一起的嘛。那你为什么老是拒绝呢？但多少年之后他还是改变不了，然后硬着撑着头皮他陪你出来了，你会感觉到他非常的不愉快，而且非常的不自在。那我为什么要去逼他呢？那他现在好了很多，可能年纪也大了。他现在开始很多时候会陪我一起跟我的朋友一起相处的，所以很多东西是没有绝对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调整自己的，他可能也习惯了你的一些生活模式，也觉得发现了这其中有的时候也蛮有意思。对，因为其实他们那种人是怕陌生嘛。他一到陌生的地方就不知道怎么好了。他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完全的做自己，他一出来就变成了梁朝伟大明星，就出来拍照啊，然后第二个他又变回了在工作的一个状态了，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我一早就分得很开的，就工作跟工作，跟朋友就跟朋友。对，我很早就可以分开。对，你跟朋友在一起也都非常自在，对啊，不会觉得要有什么条条框框。所以我觉得我的能力比他强了。真的，你的朋友相处之道还是很厉害。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个年轻人他们都很在这方面很好奇。是吗？很想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都说社恐啊，或者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开口啊，去社交啊，这些方面。但是你在社会上生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嘛。当然了。其实我前几天看那个新闻，澳洲开始禁止16岁之前的小孩子上互联网。社交媒体这样，我看到了，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也觉得非常好。我看过一本纽约大学一个教授写的一本书，他就是专门做的研究那个脑神经里面的这些突触的变化。然后就说呢，青春期的小孩，如果是女生用那个社交媒体，他们会非常在意互相的评价，长相啊，什么表现啊，这些东西。然后男孩子呢，就是被网络游戏那些打打杀杀啊，那些影响，会永久性的物理层面的改变他们脑子里那些突触长的样子，跟我们的都不一样，因为他很年轻就去关注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有永久性的物理上的改变的。是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太极端了，对，而且他关注的点都不一样，他设置的机制就是让你上瘾的。你的小孩子呢？你让他们上吗？没有，完全不给。对的，完全不给啊。就是他偶尔可能看看纪录片啊，看一点什么电影、动画片，这种是有的，但是社交媒体不行。
我希望越晚越好。是，但这个也需要社会啊、学校啊，他得一起嘛。没错。如果同学们都有，他没有，那又不行了。没错。对。那你会跟他聊天吗？每天？会。花很长时间。我不会每天，但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有2天晚上关灯睡觉，我陪他一起睡觉。但那个时候我们会一起聊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干扰因素，黑漆麻乌的，就你们2个躺在床上，就会有很深入的对谈。然后我也会可能每2-3周单独带孩子，只是我们2个人出去吃饭。我们只是聊属于我们2个的一些话题。他会觉得哇，我好特别，我好幸福，妈妈单独带我出去吃饭，然后聊一些其他的一些他在学校里面的话题呀，就是这些时刻我觉得很重要。那你会不会觉得他也打开了你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门？有，我看见他真的是看见我小时候的自己，很多的性格啊，然后他喜欢做的事情啊，他的缺点啊，重新再长，都跟我一样。那你有没有看到他身上有你老公的那个性格在呢？也会有，对，结合在一起，所以真的很神奇啊！很神奇，这种是很神奇的。你养2条狗，哇，也是有一种像孩子一样嘛。对呀，他们原来可以改变我很多。我以前不喜欢狗的以前我老公喜欢狗，然后到去年突然之间，他妹妹的那个女儿，他说：“刚刚澳洲有2只那个 Labrador 来了我们香港3个月，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第一时间就想去看。这个改变了。我一看要2个，就报复性的把2只狗都拿回来。哇，太开心了！他真的改变我很多。然后你发现那个狗看着你那个眼神那种深情啊，就你就是他的世界。对，而且你是他的全世界，所以我忍不了的。他看着我在吃什么，我就给他吃什么。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的。我小时候也养了一只狗，是吗？是我小学1年级一直养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走的，所以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那很伤感。对，它是一只金巴，大概这么大吧。因为小时候独生子女啊，又在城市里生活啊，然后家长又很忙啊，所以几乎是这只狗陪着我长大的。哇！每天回家呢，我就遛它，然后我写作业，它就趴在我的脚边。然后南京的冬天也蛮冷的，也没有暖气，它就肚子趴在我的脚上，给你取暖，给我取暖。我就在这边写作业，它就一直趴在我的脚边，它陪着我长大。哇！所以那种跟狗狗之间的感情真是很特别。是的，因为它的世界只有你。对的。他们俩的名字是怎么取的？ Benjamin 呢，就是我以前Tony养的那只狗的名字，那个时候是 Golden Retriever，他改了 Benjamin。那他这次一有金色，他说他还是要 Benjamin。Batman 是因为黑色嘛，那我就改了 Batman， 因为都是 B 字头的嘛。很酷啊，我觉得很酷啊，2个 B&B。对呀，B&B baby， 像你的 baby 一样。是的。我刚刚还想问你，跟梁先生已经一起走过40年，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在你60岁生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2个悄悄有没有说过。没有，我也没想，我也没安静下来特别想过。但是他给我今年的生日卡，我倒是体会蛮深的。他就是感谢我这么多年的陪伴啦。然后他说希望60、70、80，我们还是像现在一样幸福快乐的陪伴下去。就是可能你要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们才会讲这样的话了。都已经走过所有的路，就现在找到一份很安定的那种情感，好温馨啊！是，没有豪华的词语，就是很朴实，但是你完全能够接收到他那个真心。对。
那是现在这个阶段的感觉。我想我跟他说的也是这样。还有什么所求呢？我觉得对，人生就是对的，能够两个人一起携手走这么你能找到一个你自己非常欣赏的，也蛮敬佩的一个伴侣，他也忍受了我那么多年就到现在都走过千山万水，就大家都相互找到了一份很稳定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真的是，我真的非常的感恩。这个其实也是你们两个一起努力的结果。是的，没有一方都不可以。因为年轻的时候都很冲动的嘛，都还是很冲动的嘛。你随时一个念头分道扬镳就分道扬镳了。对，瞬间一个念头。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都很困惑的地方，就是一个念头就会决定两个人的关系，任何一方都是这样。但是你怎么样去判断真的是在遇到这些时刻你要坚持下去？那问题是你们走过这么多日子过来，中间只有不好的吗？当然你激怒你那一瞬间肯定都是很多很负面的东西，但是我想两个人携手走这么久，肯定有很多很动人美好的瞬间，那些时候你也要想一想。除非你的另一半已经放弃了，我说放弃是对你们的情感放弃了，或者他对自己放弃了。我不太喜欢没有上进心的人，我喜欢就是还是要跟这个世界挑战的这些精神的那些人，我喜欢这种人。就我每一次看到他对待他的工作那种认真，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的敬佩的。就是他会为了一个电影，他会花半年时间9个月时间去准备一个角色，去进入这个角色。就光是他这种毅力，你就不可能不成功啊。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会让你感觉他完全就是在那个角色里面，他就是花这么长时间进入那个角色。那他进入了以后，在家里面他就变成那个人了。对，哇！所以你觉得是不是很羡慕我？我每次都对着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梁朝伟，他要非常的有把握进入这个角色，他才有自信心站在你镜头面前。所以他其实他很辛苦的，他一天觉得他不是那个角色，他就很焦虑。然后呢，他拍完还需要一段时间走出来哦。这个对，否则的话就困在那个里面。所以他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错乱啦，或者是一些小毛病，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因为他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他真的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演一个角色。在家里面，那你会他要演这个角色进入进去以后，你会不会也配合他一下？我不会配合啦，我不会帮他对台词啦，但是你开始进入状况了他会学的那个角色的那个背景那些人物来讲话的，讲自己在这里讲台词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我会觉得这是怎么了呢？突然变成一个流氓，变成个黑社会我是不是神经错了？我怎么可以跟这个人一直相处下去啊？怎么走下去啊？怎么一辈子过活下去啊？后来我发现是这样子的。他也没有告诉你啊？没有，他没有告诉他，可能他自己也不自觉的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也没有个开始，也没有个结束。对，对，他不会告诉你，我现在在揣摩那个角色，我在开始跟这个角色那个交流哦，他没有跟我说的。那他也不是每一分钟都这样，他可能喝多了一点，
或者他完全看了太多那些书，他想练习一下那些人是怎么走路的，怎么样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讲出来。所以如果你跟他不熟的话，你会觉得他有一些精神分裂的。那估计这个也是你相处了一些年头以后，太多年之后才感觉到的。哇，好神奇。但其实你自己的事业也非常的成功啊。我成功吗？我很喜欢你演的那个自书。那个剧本很好。有没有哪个角色是你自己觉得最像你自己？我觉得周星驰那个大内密探零零发那个他的老婆很像我的。就我老公永远都是最好的。我永远都相信我老公讲的话，他是最棒、最聪明、最好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写到这个角色，然后找我来演了。他可能知道你们现实生活中可能是的，你就是最像这样的角色。可能是的。我有这种性格，跟一个丈夫相处的那种感觉，让他那个电影我拍得很轻松，因为就是自己讲的对白怎么这么像我讲的对白啊？对。那有没有哪个镜头是你最喜欢的？如果说那个以画面呈现出来的话，我觉得那大内密探零零发也拍得很好了，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我看《阿飞正传》，就王家卫那个电影。我好喜欢。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回放，也没有剪过片子给我们看过。真的首映礼那天我们才坐下来一起观看，我自己都震惊到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跟那个这么好的那个容貌这么好的演技，完全不可思议了。就超乎我所有的想象，我怎么可以这样呈现出来的？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部电影。因为我们以前看的电影都是好像蛮规范的，但是《阿飞正传》的拍摄手法跟以前所有的香港电影都完全不一样，它有一点像欧洲的那种电影了。很真实的在电影里面生活的那种感觉。其实它的电影画面是非常完美的，它的灯光、它的美术都是追求到极致的。他的电影都是这个风格。对。他很善于拍这种有氛围感的、有质感的那种电影。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当年的这些电影怎么可以把这么多大咖都放在一起拍？我们那个时候不算大咖啊。我们那个时候很小，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都20几岁，导演都才30几岁，没有不存在像现在这种高不可攀的大咖。就是他觉得这些人还是可以演他的戏的，他就把你们集中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黄金，很黄金啊！那个年代，90年代，80年代尾到90年代的尾，就是10年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了。2000年就开始会有一些合拍片了。对，合拍片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制作很大，制作费也很贵。对，更 commercial 一点。对。我现在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喜欢看老电影，然后我看呢之后会发现这个角色是那个谁谁谁，那个角色是谁谁谁，才发现原来大咖都隐藏在这么多电影里。对的。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在读书，可能没看那么多电影，那个时候没怎么看过。对。还是很有意思。那你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呀？我真的没有，我没有一个很像样的代表作，我很遗憾，我觉得。但是也无所谓，我觉得我也没有亏待我自己，我也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做了一些值得我骄傲的事，就在我的工作上。但是因为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就是我身边那个人太多机会了。
他有好的机会啊，他永远都是最好的导演，最好的剧本。就是我永远都没有这个运气的，但没关系啊，做得开心。然后我很认真的对待我每一个工作，我也现在做到了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我蛮满足的。就你不可能跟谁去对比的嘛。对，而且也不可能什么都要。对呀。你说的太对了，不可能什么都是，什么好的事情都是给你的嘛。对。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我们都很努力的做到很好了，我也很努力的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了。我觉得这个是年轻人不应该放弃的一个理想，一定要对美好生活要有一个期待跟追求的勇气。对，我觉得是要有期待，有追求，有勇气，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你也要知道这就是常态。这就是常态，没错。那就是整体来说，你喜欢的看的电影是哪一部？或者梁先生的电影？他的电影有很多，这部 Silent Friend 是其中一部了。他的演技又达到了另外一个巅峰。哇！就他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巅峰。因为他小时候《鹿鼎记》，然后中间有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然后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一代宗师《无间道》。他现在到63岁 Silent Friend 是他的一个巅峰的。哇哦！就他永远都在进步。对呀。他永远都没有停留在原地，这个精神是我非常敬佩的。有些人到了他那个年龄就觉得我就可以吃老本啦，我就这样啦。大部分可能很多人是这样的。那我不能说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他还在往前面那个方向一直在进步，他不允许他自己就停留在原有的那个 comfort zone 里面。这个是我蛮敬佩的。就他其实还是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角色，研究剧本。因为你有挫败的，因为你要达到极致，因为他这个电影要全英文。然后英文呢，其实那个导演已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这个角色，就是香港的大学去了德国大学做交流的。那你有一点香港的口腔的英文都 OK， 但他就请了一个英国人学了半年。他说我要演一个在英国剑桥毕业的一个教授来香港大学工作，然后再去了德国。就他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的口音，那你一出来讲一句话人家就能听得到的嘛。对，这个是你骗不了人。那他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琢磨，去把那个口音给去掉。他拍陈耳的那个无名，他也请了一个国语老师，每天就把那个剧本背，然后让我挺佩服的，就是他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就是他5分钟的对白。哇，一个镜头5分钟，他讲出来的国语我都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好，像机器一样的。哇，他是永远不会给任何就是做一些对不起他自己工作的一个机会，他不会放过，就还是非常精益求精，力求完美。是的，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非常高，所以他很痛苦的，他比我痛苦。是的。他有一点点不好他就会很在意的，那也成就了他。是的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其实也是来源于此。所以性格决定人生，我也觉得。真的，因为他永远都在追求这个完美，然后他内心里面其实是还是有一点点忧伤的嘛。你追求完美就会受伤嘛。所以就造成了他那种他的眼神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跟我们不太一样的那种眼神了，比较有一点点忧郁的那个眼神在里面。然后你会很相信他就是一个教授，然后他被困在德国，每天一个人对着那些花草树木，
你会相信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他平时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是今年刚过60岁嘛，对对，今年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啊，我觉得也哇，是你画的吗？不是我画的，有一点像马蒂斯那种有一点感觉，但我找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的艺术家，叫龙迪，我觉得他很有才华的一个艺术家。哇，你太有心了。然后我就跟他讨论了很多次，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自信优雅，然后这个气质展现出来，所以他其实做了一些精巧的设计。他有那个苏州的园林，对，有苏州的园林。然后这个衣服上面花纹是金银花，然后代表着是比较的这个生生不息，很有活力。颜色也用的是红色啊，这个有一些绿色的点缀，牡丹花，红色牡丹花的那个色彩。哇，觉得跟你家还蛮搭。是的，是的，我要找个地方，我应该把那幅画给撤下来，画这幅画上去，那个 size 刚刚好。对，因为你刚刚过完60周岁。对对对，我可以去拿香港的旅游卡给他们。因为我拿到那张卡之后呢，他们说坐任何交通工具只要2块钱，我应该去享受一下这个福利啊，对不对？我纳税纳了那么多年。你还记得我有看过你以前一个采访，大概10年前，你有说你10岁的时候不懂事，20岁的时候装懂事，30岁的时候乱搞事，40岁的时候自以为是。现在50岁刚过完，60了，我现在。对呀，那你会怎么评价50岁你的这10年？其实我50岁到60岁这10年，我觉得还是蛮稳定的。就是情绪啊，各方面啊，我都控制的比以前要好很多。所以我想现在60到70这10年是我的黄金时代。因为我想各方面都更加的成熟，你也不会去再纠结任何事情。然后呢，我以前呢就觉得要活在当下，那我现在觉得要活好当下，活好每一个当下。因为你60岁的时候，我想你不会有太大的那种梦想，因为你也没有追逐那个梦想的那个时间了。就你好好的享受你这么多年来努力辛苦回来的那些成果，就好好的爱自己啊，然后跟自己相处好了，你才有能力去跟别人相处啊。你在心态上会有一点感觉有一些变化吗？会的，其实你的生理状态你自己很清楚的在变化的，能够感觉到，是感觉到的，你不会感觉到了。就你过了应该是58之后吧，就是你完全能感觉到很多东西还是缓慢了很多。但是这里是丰盛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你会很成熟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怎么样跟别人交往，当你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要着急，然后不要错，就你要过滤很久才 make a decision。这个跟你以前是会有点不一样，很不一样。我很着急的，我这个人很着急，然后很想看到成果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到了现在其实无所谓，就是你认真对待了你的工作，对待了人事，结果是怎么样其实不是你可以一个人可以决定的，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的性格上面也会觉得有这些转变，从原来就是觉得比较容易着急，到现在开始，现在比较容易把自己拉回来一点，就还是着急，但是呢我会不要着急。你知道什么中国人叫什么？欲速则不达。很多时候天会给你安排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所以我说时间是一个健谈者嘛，你不需要着急，在他回答问题之前提出你的问题，他会给你这个人生给这个世界一个解释的，很完美的一个解释。我也看到过你之前说过这句话。对对对。那有没有一些就是
你回过头来发现时间给了你答案，但是可能小的时候想不明白的事情。那小的时候想不明白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对这个世界很求知，很想知道很多，但是你又不懂怎么样去 handle， 怎么样去面对处理。但是慢慢的你在人生里面慢慢经历过来，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一直都是往上或者是一帆风顺的，你肯定中间会遇到一些挫败啊，不如意啊。那小时候是觉得这个不应该跟我有关系的嘛，但是人生里面如果没有那些东西，就不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生。所以完美的人生里面应该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感觉都应该在的嘛。我不知道你这个生日愿望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我50岁的时候已经很简单，现在更简单，就是要身体健康。因为你有了健康才可以追求你想要的快乐嘛。有没有为未来的这个10年做一些打算，或者一些关键词？关键词就是我要去一些我一直想去，但是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的地方，比如说埃及，在我的计划里面，比如说耶路撒冷，就耶稣去的那个地方，还有印度的泰姬陵，全世界10个应该去的地方，如果你没去，就趁我现在还有力气。因为为什么60到70是很重要？因为你的体力还可以支撑你去旅游啊，你还可以喝啊，你还可以吃啊。因为70岁之后可能你的体力已经达不到那个标准了，可能你都不想坐飞机了，长途飞机会觉得很累，但是现在还是充满活力的。对对对，现在还可以充满活力，并且还充满了人生的智慧。智慧，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大智慧，我只是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相处了，跟这个世界相处了，跟人相处了。我们准备了一个抽卡的环节，好，还有游戏玩呢。这卡片上有几个问题，这个吗？这个是你的右手边，这个好。OK， 是什么？如果把武则天、让子弹飞的县长夫人、海上花的周双珠、自书的玉环凑在一桌打麻将，谁最可能输到拍桌子？肯定是武则天啦。那倒是。谁会赢呢？谁会赢？周双珠会赢，因为他耐得住啊。他沉得住气，耐得住，他不会让任何人感觉到他有什么情绪变化。最厉害的人其实是这样，这种人。对，对，倒不一定是声音最大。对啊，叫得最响的。就武则天可能到他那个份上，他会有一些不能输的那种感觉，那就变成他的弱点了。对，你最想扔掉的一件梁先生买的物品是什么？喂，他给我的物品不一定是他给你的吧，可能是他买在放家里面的。我不会舍得他买给我的任何物品，虽然有些我还是不太喜欢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花了一点心思去，因为他呢不像有些人就是秘书处理啦，或者是外面买不到的这个东西我就买给你，他不是的。他就算他现在还是自己会去挑卡，他每一张卡，圣诞卡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的卡，生日卡，他都是有意思的他自己去挑，然后礼物也是自己去选，就所以有时候虽然我觉得好像我也用不着，但是我觉得他是花了心思的，那真的很用心。但每一张卡是每一次都感动到我的，他是手写。哇，所以每一个纪念日都有卡，我柜子里面有很多卡，哇，包括他生日卡啦那些卡，还有他道歉卡蛮多的，还有道歉卡。他做错了事情，他可能口上面不说，但是他会写一张卡给我，跟我道歉。是短短的，所以他还是用心的。对啊，很长的，很长的。
那真的很用心。所以他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心里面都明白。就当初他可能就是不知不觉就伤害到你了，但是你要让他感觉到你是被伤害了，真的是踩到了我的底线了，那他就会自己检讨一下，所有的列出来都很清楚的。自己检讨清楚我做错的什么事情。对。其实我蛮喜欢就直来直往，就把他事情讲清楚了。但他不会跟你正面的碰撞，他要过滤很多时间，然后真的觉得自己很不对，他就会跟你道歉。道歉是需要勇气的。其实强者是要有勇气道歉的，让你更强。对的。哎呀，我们的金句不断啊。我把我2只狗带来了。哇，好棒好棒。哎呦，他刚做完手术，那个毛都剃掉了。你看他这里的毛。这里有，对，看到了。妹妹。OK。我不高兴。OK， 拜拜。耶，好可爱呀，很配合。